欢迎收看《天桥下》，我是木字编。今天要改编的故事是三只小猪。话说从前有一只猪妈妈叫猪妈，猪妈有3个孩子，老大叫猪大，生性贪吃；老二叫猪二，喜欢睡觉；老三叫猪幺，生性爱钱。猪妈有一间小建设公司，专门帮客人盖房子。公司里只有猪妈和1个员工。有一天，猪妈生病了，她担心自己的公司没人接，更担心3只小猪的生活，所以她告诉3只小猪，希望它们能学会盖房子，将来好接手她的公司。她给3只小猪一个考验，要它们在1个月内到天堂谷去盖出一间房子，盖好了就把公司交给他们。猪大说：“可是外面没有好东西吃。”猪二说：“不睡自己的床，我会睡不着。”猪妖说：“外面可能有可怕的怪物。”猪妈说：“孩子们别担心，天堂谷是个优美的山谷，你们会喜欢的。”3只小猪又说：“可是外面有蚊子，下雨会淋湿，可能还有外星人。”猪妈生气地说：“你们去不去？”3只小猪只好无奈地说：“我去。”3只小猪坐着公车来到一处丘陵地，丘陵地的一边是一座山谷，旁边插了一块指示牌，上面写着“天堂谷”。猪妖拿着地图疑惑地说：“这里是天堂谷？怎么和地图上看起来的位置好像差了一点点？”猪二说：“你没看这里插着指示牌，难道还会错吗？”猪妖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只好跟着猪大和猪二走。当他们沿着陡坡上的小径向山谷下走时，一个身影悄悄出现在指示牌旁，手里还拿着另一个指示牌，上面写着“地狱谷”。半小时前，他将地狱谷的指示牌换成隔壁天堂谷的指示牌，好让3只小猪走向地狱谷。他看着3只小猪，口中喃喃说道：“小猪们，希望你们就别回来了。”3只小猪小心翼翼地在碎石坡走着，走在最后的猪妖说：“妈妈没搞错吧？怎么会叫我们到这个地方？我们能不能安全到达谷底都是个问题。”猪妖背后突然有个声音说：“这的确是个问题。”猪妖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而滑倒。3只小猪回头看见一只狼邪恶地笑着。狼说：“小猪们，山路很滑，要小心啊！”说完，狼张嘴作势要咬猪妖。猪妖后仰闪躲，压在猪二身上。猪二又把猪大撞倒。于是3只小猪就像3颗皮球，一路滚下山谷，滚呀滚，滚到半山腰一块大石板上停了下来。但石板伫立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摇摇晃晃。3只小猪吓得不敢动。猪二说：“没事，只要我们保持平衡，就不会掉下去。”这时一阵风吹来，石板转动起来。猪二后背包里的水壶流了出来，水一边流，石板也慢慢倾斜。3只小猪努力想保持平衡，还是挡不住倾倒的石板。3只小猪又继续往下滚，石板也跟在小猪们后面滚。他们一直滚到长满刺的灌木丛里才停下。紧追不舍的石板也阴魂不散地来到他们身边。石板围着他们绕了一圈，正要倒下的时候，被一棵小树支撑住。猪二说：“没事，只要树没倒就没事。”就听见树干啪的一声，石板倒了下来。3只小猪一个也没躲过。浑身淤青又扎满棘刺的小猪们被石板压在地上2天都动弹不得。第3天才挣扎着爬出来，第4天一整天都在拔刺，第5天才站得起来。3只猪都瘦了一大圈，看起来比较像羊。饥饿又疼痛的它们把周围的草啃得精光。爱吃的猪大忍痛走进山谷边的树林里去找食物。幸运的，树林里很多野果，他大口大口把野果塞进嘴里，又摘了很多放进袋子里。他爬到树上摘野果时，不小心踩断一只树枝，
树枝下挂着一个蜂巢，蜜蜂倾巢而出攻击猪大，被蛰得满头包的猪大跑向猪二和猪妖求救，但猪二和猪妖还搞不清楚状况，三只小猪就都被乌云似的蜜蜂包围，不管三只小猪如何挥舞都赶不走蜜蜂，只好朝旁边的小河跑去，一只只跳进河里，这才让蜜蜂离开。三只小猪看着彼此肿胀的头，都一阵大笑，但他们一笑就痛得流泪，于是一下子大笑，一下子流泪。猪大从袋子里拿出野果给两个弟弟吃，猪大放了个大臭屁，猪二说：“大哥，你还是头一次放屁。”猪大又连放了2个屁，然后说肚子痛，就跑去草丛上大号。猪妖从背包里拿出植物图鉴，他一边吃一边看，然后呸的一声，用力吐出嘴里的野果。他将咬一半的黄色球形野果对着图鉴，书上写着“黄金通肠果有毒物”，然后放了一个屁。猪二这时说：“我肚子好痛。”猪妖也感觉肠胃肿胀疼痛，三兄弟在草丛各站一方拉肚子，一直拉到四肢发软，站不起身。猪二哭喊：“我不要盖房子了，我要回家！再待在这里，我们都会死。”猪大说：“现在回去，你是打算以后睡路边吗？”猪二想了想，只好擦干眼泪说不想。猪妖说：“我们已经浪费太多时间，要赶快来盖房子，要不然我们以后真的要睡路边了。”于是三只小猪打起精神，选定一块远离这块草丛的平坦的沙地，当做建筑基地，在附近收集许多干草和树枝当材料，顺利地搭建一间茅草屋。这要归功于母亲从小就买很多建筑的书给他们看，虽然盖得歪七扭八，但还算堪用。当天晚上，三只小猪开心地住进自己亲手盖的第一间房子。因为劳累，三只小猪早早就睡了。半夜里，山谷的风突然增强，在谷底形成龙卷风，并一步步靠近茅草屋。龙卷风经过的草和树都被连根拔起。当龙卷风接近茅草屋时，门上的风铃被吹得叮当响，三只小猪却都没发觉。当屋顶和墙被卷上天时，猪大只觉得有点冷，于是把猪二和猪妖抓来盖在自己身上。这时龙卷风卷起猪妖的脚，把它抬起来。猪妖因为脑充血而醒来，他赶紧抓着猪二的猪尾巴，猪二吱的一声痛醒，一下子飘起来。他也拉了猪大的猪耳朵。龙卷风逐渐增强，三只小猪离地面越来越远。猪大大喊：“小弟，你快放手啊！”猪妖说：“不行，我一个猪会害怕。”猪大对猪二说：“老二，你快放手！”猪二说：“不行，我也会害怕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龙卷风突然消散，三只小猪在尖叫声中掉落，幸好掉进河里，才没摔成猪肉饼。经过龙卷风的震撼教育，他们改用木材盖房子。他们在树林里捡了许多木材，盖木屋比茅草屋更加艰辛，他们用了1个星期才盖好。看着坚固的木屋，三只小猪都兴奋不已。他们在夜晚升起萤火，围着火堆跳舞，跳累了便躺在沙地上。夜晚的星空清晰明亮，猪妖指着天空说：“看，有流星，流星越来越近了耶！流星掉下来了耶！流星打中我鼻子了耶！”他才发现打中他的不是流星，而是燃烧的箭。他痛得跳起来，围着萤火转圈圈。这时，更多的火箭从天而降，他们赶紧躲到木屋后面。木屋被射了100多支火箭，慢慢的烧起来。不久，他们听到说话声说：“我们射了这么多箭，他们肯定烧死了。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去另一边看一下，搞不好躲在后面。”当三只小猪看到一只狼出现在眼前，马上扑了上去，但狼只是稍微移动身体，就闪过三只小猪的攻击。狼跳到三只小猪的背上，压得它们站不起来。这时又有11只狼来到他们面前，其中带头的说：“这是我们狼群的山谷，谁准你们在这里盖房子？我要你们立刻离开这里！”
要不然我看一次就拆一次。说完，对着木屋用力踢一脚，木屋应声而倒，狼群这才满意的离开。三只小猪绝望地看着曾经是木屋的废墟。猪二说：“算了吧，回家吧，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”猪妖说：“对啊，就当作我们不曾经历这一切，不曾吃过这些苦，不曾亲手建造自己的房子。”猪大说：“就算没有接手妈妈的公司，但我们还是可以活下去，大不了去啃树皮。”猪二说：“大不了我去睡公园。”猪妖说：“大不了我去当乞丐。”三只小猪突然安静下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异口同声说：“不，我不要就这样回去。”三只小猪讨论了一夜，决定再盖一间房子。这一次，他们决定用石板，石板比木材重得多。他们卖力地搬石板，堆砌石板屋，把手都磨破皮了，也不敢休息。只用了3天，就盖好石板屋和石板墙。山谷上，另一只猪躲在树后看着，他是猪妈妈公司的猪员工。当时就是他把地狱谷的指示牌和隔壁天堂谷的指示牌交换，才让3只小猪遭遇这么多苦难。狼群来到他面前说：“这3只小猪一直盖房子，我们毁了一栋，他们就盖一栋，这跟当初说的不一样。”猪员工说：“只要你们毁了他们的房子，公司以后就是我的，钱不是问题。”不久，一声狼嚎打破了宁静，远远的就看见12匹狼从山坡过来。3只小猪躲进石板墙内，狼群又开始朝3只小猪射箭，但坚固的石板屋挡下所有的箭。狼群冲向石板墙，用脚蹬着石板墙。3只小猪各自用身体抵着墙。石板虽然厚实，身体还是感觉撞击对石板墙产生的位移。渐渐的，石板墙开始倾斜。3只小猪使出吃奶的力气要将墙推回去，然而还是无法挡住12匹狼的攻势。猪大对猪妖说：“小弟，去吧，把门打开。”猪妖说：“可是我们的房子会被毁掉。”猪二说：“小弟快去吧，总比被他们毁掉好啊。”于是猪妖从后门跑出去，一路从山谷向上狂奔。地狱谷的另一边是一个水库，水库和山谷间有一道闸门。他用力转动闸门，但闸门生锈转不动。眼看2位哥哥就要撑不住，他咬紧牙，瞪大眼，全身爆出青筋，才终于打开闸门。大量的水直往山谷宣泄，快速地冲向石板屋。狼已经推倒大部分的墙，领头的狼对猪大、猪二说：“我早说过会踏平你们的房子，兄弟们，给我踏平这栋房子！”这时，轰隆的水声和大水同时抵达。狼首领一转头看，就被大水冲倒，狼群都被冲散，有几只被水带去冲撞树木，有的被冲进大海。而猪大和猪二因为在围墙最坚固的角落而毫发未伤。这时，猪首领爬起来要咬猪大和猪二，猪妖站在一块木头上，乘着浪而来。他用脚下的木头直接撞上狼首领的头，狼首领也被大水冲进海里。当大水退去，石板屋也被冲垮，3只小猪难过的哭了起来。“你们做得很棒。”猪妈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原来刚才他们抵抗狼群的一幕，他都看到。他也看到猪员工鬼鬼祟祟在山上偷看。猪员工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猪妈，被猪妈吓了一跳，便滚下山谷，滚进灌木丛。不同的是，这次的灌木丛有毒刺。猪妈本想救他，却在他身旁找到他谋害3只小猪的一张计划表。于是猪妈打电话叫警察来救他。猪妈妈对3只小猪成功盖好房子又打败狼群感到非常骄傲，于是按照约定将公司交给3只小猪，3只小猪也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观众欢迎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想听什么改编故事也欢迎告诉我，那我们下次见。